你降曹复叛，又再次降曹，反复无常，首鼠两端。究竟为何要这么做？这一路你辅佐乱臣贼子，他们一个个的败亡，只有你还屹立不倒啊！你一再搅动乾坤，拨乱社稷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臣自然是为了陛下。陛下，臣谢陛下。那个人就是杀害大哥的张绣，连天子都这么恨他。陛下，叛乱既平，理当尽早处置叛逆，宣谕百官，以定人心。论功行赏之事，可迟后再议。朕也在董承的3族之内。曹司空打算如何处置朕呢？臣不敢。陛下，还是先让董贵人入土为安吧。荀令君，臣在。董承虽然谋逆，但董贵人逝于多年，从未有失，请以非礼安葬。臣遵旨。就在司空府设置灵堂，朕要亲自致祭。陛下，在司空府内为皇妃设祭，与礼法不合啊！这司空府可以作为朕的宫院，难道就不可以为朕的皇妃设置灵堂吗？还是说这天下的礼法都是由荀令君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啊？臣并无此意啊！请令君遵照陛下之意，将董妃的棺椁送入灵堂，我亲自为她梳妆。臣遵旨。陛下龙体未安，安抚城内之事，就有劳荀令君了。是。诸位都起来吧。谢陛下，谢娘娘。二位将军，秦王有功，朝廷和曹司空不会辜负尔等。谢陛下，谢娘娘。陛下，后日乃是继清帝之礼，孔少府今年颇为费心恢复礼制。明日依礼，陛下要带领群臣熏香准备。司空府不是早已经准备好了吗？这天下还有什么样的礼法，又有什么样的事情，能够轮到朕做主了？朕记得你有个兄长叫曹昂，几年前死于宛城。回禀陛下，是。臣10岁那年，大哥不幸被人所害。那如果你见到你的仇人，将欲如何呀？大哥死时，臣也在军中。若非臣趁乱夺马而逃，恐怕也与大哥同死。此情此景，无一日敢忘。
臣对仇人恨不得剥皮拆骨，食肉沁皮。看，现在你的杀兄仇人就在朝堂之上，而且还为你们曹家立下了大功。陛下，臣全都看到了。这是汉室的不幸，也是我家门的不幸。我对不起你，也对不起皇兄。我保护不了他的臣子，连他唯一的血脉都没有能够留住。我们都没想到张绣居然投了曹操。董国长浴血奋战，可我却什么忙都没有帮上，一直就坐在这里等着他们无谓的牺牲，等着董妃无辜死去。董妹妹的仇我们不会忘记，她的在天之灵会保佑汉室获得崇光。皇兄和董妃唯一的血脉因为我的无能而夭折，你说他们在天之灵会不会更加恨我？这不是你的错啊！现在汉室的力量太薄弱了，我们不能跟他们硬拼。陛下，请陛下先出去吧，我要为董妹妹换衣梳妆了。可是这就是我的错。如果昨天晚上我敢出去保护他们，也许就不是这个样子。对皇兄，罪孽深重的是我。董妃的死是个意外，那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，为什么是张绣？我也没想到，满宠居然有这么一手，和曹操的生死大敌握手言和。有了张绣的西凉铁骑，曹操的势力就更大了。放心，我会有办法，只是日后行事要更加小心了。娘娘，
当务之急是稳住陛下。今日朝堂之上，陛下的言行已为天下瞩目。嘉许毕竟是个见过天子之人。南公子应该听说过“天子一怒，流血饮也”吧？文和呀，你又何必惹恼陛下呢？放心吧，君侯，曹公和陛下之间难免有人不高兴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？我去拜访几位长安的老朋友，以后君侯的前程就在他们身上了。那就拜托文和了。5年了，又见到陛下了。哦，荀令君，董妃是怎么回事？她是皇妃，又怀有陛下的骨肉，就算董承有罪，她也不在株连之列吧？董承的同谋王福，意图挟持皇妃潜逃，我军追击将其击毙。只可惜，皇妃受惊过度，以致崩落过深，药石罔效。那其他主事者呢？承吉、吴硕、王福3人伏诛，尸身为证。董承下狱，剩下的或被擒被杀，无一漏网。许都现已平安无虞。西凉的3万兵马囤积于许都内外，可以说是平安无虞吗？令君放心，张绣在投诚之前已立下军令状，事成之后，大军退出许都，绝不骚扰许都官民。能让彪悍的北地羌王张绣投诚，蛮府军的手段惊人呐！属下不敢当，能够招揽张绣投诚的人，只有郭祭酒；能够代表曹公接受张绣投诚的人，也只有郭祭酒。是祭酒大人与贾诩一手促成的。郭嘉果然是奉孝。那杨修呢？他也是早向郭祭酒投诚了吗？祭酒大人早已料到许都会有大乱，故而安排张绣作为援军。杨修临时倒戈，让属下掌握了他们行动的具体时间，提前布局，从而减少了伤亡。曹公临行之时，令我坐守许都。出了这么大的乱子，你们做的这些事，我现在才知道。令君恕罪。鉴于张绣与曹公的宿仇，他的身份特殊，不到最后一刻，属下不敢提及。你们处置得很好，干脆利落。郭祭酒人在官渡，却也心系许都啊！属下听闻，陛下今日在朝堂之上龙颜大怒。天子龙贤赐老臣，这种破天荒的事，也不知道日后的史书会如何书写。以陛下的脾性，倒也是少有的失态啊。
陛下，已经1天1夜没有用膳了。这些都是许都尉送来的东城叛乱的报告。一夜之间就准备了这么一大摞，事无巨细，他们肯定早就有打算。曹操太过狡猾，东城从一开始就没有赢的可能。不是有规矩，不照信不能来吗？今日无妨了。我就是想来看看陛下，怎么？陛下不想见到我吗？不是，是我怕看到你们。自从我来到这里以后，就一直受你们保护。其实不只是曹操没有把我当皇帝，在你们的心里也没有把我当成皇帝吧？我只是个什么都不懂、什么都束手无策的孩子。为了保护我的身世，已经死了多少人了？昨天晚上如果换成是皇兄的话，你一定会陪他冲出去吧？我对不起他，我连他唯一的血脉都保护不了。不，就算是先帝，他也不会出去的。陛下，我已经见过太多的牺牲和离乱了。董将军的失败，董妹妹的死，这些都不是你的错。在这乱世之中，人人危如累卵，唯有先自保，才能图谋将来。朝堂之上，急急如云，山呼万岁，叩拜如仪。可是又有谁是真心把战当天子来拥戴？曹操，他有荀彧，有郭嘉，现在还有张绣的西凉铁骑和贾诩，朕却只是孤身一人。你要朕如何图谋将来？我真的不能再忍受看着别人为我牺牲，我却躲在一旁无能为力的感觉。我们的力量太弱小了，太弱小了。我以前一直有一种错觉，就像身边有股力量我可以依靠的，直到现在我才发现我错了。我根本就是孤家寡人。陛下，不必如此自忧啊。唐姐姐，还有杨修，他们都是陛下的忠臣。
都会以性命保护陛下的。杨修，杨修他根本就看不起朕，在他的眼里，人人皆是赌局上的筹码。朕和唐王妃都不过是他的傀儡而已。皇兄把国家交在了我的手中，而我却无力掌控。我真的好恨我自己，好恨我自己的孱弱。可是陛下还有我呀，我是你的皇后，也是你的妻子。不管将来会经历多少艰难险阻，我会一直陪在陛下身边。在这世上，我们都是彼此的亲人。完全不是这样。你是为了骗我，才特意来安慰我，对不对？不是陛下想的那样。那是怎么样？在许多知道我身份的人，只有你唐英、杨修和杨彪，还有我父亲。而恰恰是你们这几个人没有参与到董承的行动中去，这是巧合吗？怪不得你一直不让我参与到董承的行动中去。你们一开始与董承就不是一路的。这么机密的事，当然不能让董承知道。一开始，我以为中原汉室的反曹势力虽然弱小，但很团结。可我错了，我原本以为你一直操纵我来鼓励董承起事，也是真心希望能够成功。可我又错了。这就是你说的暗流涌动吗？就是算计自己人，争权夺势吗？啊？你是这样看我的？别再对我解释了！你每次在瞒着我，在骗我的时候，你总是有理由。
我不知道你哪句话说的是真，哪句话说的是假。我要想想，我要想想。大人，王福就是这样死的。王福身穿软甲，寻常人用力也未必刺得进去，更何况无意识的拿剑。王福是自杀的。唐英会武功，那天夜闯许都尉的女刺客，也许就是他。王妃。他亲自做刺客，乱世嘛，百姓可以做盗贼，王妃怎么就不能做刺客？王福故意自杀，就是为了保护他。那么唐英也应该参与了。王妃谋反，非同小可呀，大人。她是王妃，跟张宇不同，我们需要更多的证据。属下愿意指认唐英。陛下怎么还不出来？孔少府稍安勿躁，我去看看。巡令军，陛下尚未起身，有事请容奴婢通报。尚未起身？是。劳烦禀报陛下，百官们等候陛下早朝。是。大乱之后，还请陛下安抚人心呢。让我走，我要去见仲达。非常时期，你不能去。禀陛下，巡令军请陛下早朝。我现在必须要去见仲达。如果你再阻止我，这个皇帝我就不做了。巡令军，宣谕百官，陛下龙体欠安，今日辍朝。陛下今日圣体欠安，辍朝一日，百官奏本，送尚书台。退朝！难怪陛下这么生气，出这么大的事儿，张绣都进城了。我本来是等着陛下亲自来向你问罪，陛下不来，我来，谁给了你们权力？不经百官讨论，不经陛下下旨，就让西凉兵入城的。张绣屡降屡叛，放这么只虎狼在陛下之侧，其心可诛。孔少府，
这都是平定叛乱的权宜之计呀。叛乱？我看董承都比张绣像忠臣。少府慎言。赵燕，我们回去写奏本，哪怕陛下看不到，也要写。出发！前面停下来！何日外出？皇后去看望王妃，什么时候轮到许都尉来管了？大乱方境，皇宫门户需严加看守，皇后身边也不能混入奸人。张将军，从今日起，你来负责皇宫宿卫，按照规矩，要严查出入宫禁人等。是，你仔细查一查吧。是。你说什么？宿卫人手不足，张将军带领西凉军一起护卫皇宫。西凉军是什么样的兵马？你敢让他们接近陛下？难道忘了宛城之事了吗？又将置卞夫人与二公子于何地？你区几十人而已，杨公子也害怕吗？这是郭祭酒的命令，我只是奉命行事。张将军，你也奉命行事就好。娘娘，臣失礼了。那张将军可要仔细查看清楚了，本宫是否携带奸人？娘娘恕罪，臣也是奉命行事。那本宫可以走了吗？可以，请娘娘起驾。且慢！新来的小宦官，没见过世面，请满府君海涵。起驾。杨公子，请留步。满府君，你一再留难皇后君驾，当真是目无天子吗？下官不敢，下官只是想请杨公子到许都尉一叙。关于昨晚的叛乱，还有很多事情要向杨公子请教。看住门口！将军威震沙场，如今却给曹家做看门的营生。不可胡言！你我在曹公门下，还不知道小心呐！当初就不该听贾先生的话。哼！停车！娘娘，祠堂清净之地，你们不要靠近骚扰。是。是。你护送我进去。他还没醒。
司马懿，你说对了，他们来了。起来吧。仲达，我知道你没有睡，你只是恨我，怪我骗你。我也是身不由己啊。其实我一直都挺想你的，想着我们在河内一起打猎读书的日子，没有一天不再思念你们。擅自离开是我的错。你要是生气的话，我们还像以前一样，你打我一顿。放肆！陛下面前，你敢如此无礼？住手！司马懿！陛下终于肯移谕旨下顾，草民幸何如之啊！真是蓬荜生辉。仲达，我知道我错了，你别生气了，我们还像以前一样，好不好？错了，错在哪儿了？我不该走的时候一个字都没有留，就独自离开，害得你为我担心。我也不该到了许都还一直瞒着你，一封信也没有给你写过。我真的错了，你就原谅我吧。你的确是错了，而且大错特错。从你离开温县的时候，你就已经开始犯错了。但你真正的错误不是瞒着我，而是被一群女人和小人玩弄于股掌之间。我司马懿的弟弟被人当成傀儡摆布，真是给我丢脸。仲达，你不需要看他，根本就不是他告诉我的。这件事情很明显，董承起兵，没有陛下的指示是不会轻举妄动的。而皇帝身边的人，你们两个，杨修、杨彪，还有杨世叔，全都安然无恙。张绣的兵马进城的时间掐得如此之准，想必这次行动早已泄露了风声。那么又是谁出卖了董承呢？杨太尉年老，皇后殿下尊贵，想必这种钻山打洞跑腿的累活是杨修干的吧？陛下昨晚已经猜到了是吗？这是为了保护汉室必要的策略。本来我打算稍后就告诉你的。还是算了吧。皇宫大火，满宠早就已经盯上你们了。于是你就操纵议和，欺骗董承，让董承那个县城的傻子冲锋陷阵。董承一死，就转移了曹氏的视线，让满宠以为你们的密谋不过如此。叛乱一平，汉室的力量全部被铲除，这样满宠就不会对你们继续追查下去了，还顺势将杨修打入了曹氏的内部。哎呀，卑鄙是卑鄙了点儿，不过还真是一箭双雕的妙计。别说了，我就是个傀儡，愚蠢的被人玩弄。这样的皇帝我做不来，我也不想做。仲达，你带我走吧，我们回河内去。你是皇帝，你不能走。陛下，你真的要走？是。自从想通了你们的图谋，我就决意要离开了。
3位忠臣，数百名义士，一夜之间全军覆没。是我让他们去送死的，也是你让他们去送死的。还有皇兄的孩子，你连皇兄的血脉都不在乎。我以为你很坚强，是我错了，这不是坚强，这是冷血。我现在想起以前与你在一起的每一个日夜，都会觉得遍体生寒。这样的皇宫，我一天都不想多待了。你错了，这一切都是先帝生前定下的方略，从把衣带诏交给董承的时候，就已经发动了。我们只有以退为进，才有空间扳回局面。乾隆在渊，腾壁9天，先帝把能替你想到的都已经安排好了，我们都是在履行他的遗旨。你这位皇兄，还真是奇才啊！遗诏，又是遗诏。我看，我应该跟他们是一样的吧？跟董承一样，是可以随意被你们舍弃的一颗棋子，对不对？你跟他们不一样，你是皇帝。我根本就不是皇帝，我就是被你们找来扮演皇帝的一个排优吧？啊？煮酒的火还尚温，多情空余恨。夜华的灯还撩人，长梦与幽魂。欲盖弥彰，他乡月光，荒凉某个眼眶。现实彷徨，阵阵风凉，沉沦了多少个心双。